这几年，世界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悄然筛选着每个人，有人被留下，继续前行，有人被淘汰，走向沉寂。大自然的变幻莫测，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这一切都在无声地提醒我们，未来不再是我们曾经熟悉的模样。全球气候变化带来了更多的极端天气，洪水、干旱几乎成为常态。曾经肥沃的土地正在变得荒凉不堪，我们似乎正在以某种方式付出代价。而与此同时，国际间的摩擦和争斗也在加剧，资源和领土的争夺越来越明显。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未来的几年，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走过这段风雨，或许能迎来新机遇，但无法跨越的话，又有谁能帮助我们呢？星号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但同时也显得越来越脆弱。星号过去的几百年，人类在工业革命后获得了空前的技术进步，科技的飞速发展让我们得以改变世界的面貌，提升生活质量，甚至征服自然力量。然而，科技的进步也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甚至气候变化的加剧，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事实：我们曾经过度依赖科技来解决问题，却忽视了自然本身的脆弱和对人类行为的反馈。而这些反馈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急迫。从人类社会的层面看，国际局势也在发生巨变。冷战后的世界一度进入了和平的时期，但如今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再次加剧，国家间的博弈愈演愈烈，资源争夺、领土纷争、恐怖主义威胁、民族冲突等问题层出不穷。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人的命运往往受制于国家政策、经济形势以及全球政治局势的波动。未来几年不仅是一个技术变革和环保挑战并存的时期，也将是全球政治格局重新调整、经济重构的关键阶段。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过去那种全球化的愿景和市场自由化的理想已经开始出现裂痕。未来是否能够迎来新的机会，亦或是陷入更深的困境，正是考验我们每个人的智慧与勇气。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面对这些困境，很多人都在问，那我们该怎么办？其实答案并不复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多行善积德。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停下脚步，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有责任感，是否拥有正确的价值观。未来的几年，尤其是2025年，将是一个关键的年份。那时，我们曾经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始显现出他们的后果。这一年将是因果的清算期。星号，然而，问题并不只是我们是否能积极行动，更多的是如何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坚守自己的内心。星号，现代社会信息流通极其迅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
甚至是失去最初的初心。如何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清明，成为了每个人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媒体的力量、社交网络的虚拟世界都极力塑造着我们的观点和价值观。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拥有的物质享受，或者是虚拟世界里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这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星号因此，保持一种内在的道德准则就显得尤为重要。星号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真正的成功并非外在的财富和地位，而是内心的平和与对他人的关爱。当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时，实际上是在不断修正自己内心的不安与迷茫，回归到一种基于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生活方式上来。随着2025年的临近，因果法则可能开始显现出强烈的效果，这将迫使我们每个人认真反思过去所做的一切。未来是不可预见的，但只要我们能从内心出发，始终保持正直与善良，未来的一切都会有所回报。2025年在数字学中意味着一个循环的结束和因果的清算。在这时，过去的种种将不得不面对现实。你做过的善事与恶行，不管是大是小，都会有相应的回报。有些人可能会看到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果报，而有些人则可能会意识到自己曾经错失了什么。这个过程也许痛苦，但必然是成长的一部分。每个人的行为都在这一年得到彻底的审视和清算。星号人类社会的历史总是在因果的轮回中前行，我们无法摆脱因果法则的制约。星号历史上曾有许多国家因为贪婪与战争，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衰亡。正如自然界的生物链一样，所有的行为和选择都会有他们的代价。一个国家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一个个人的选择也可能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2025年不仅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周期节点，也是社会与个体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那时，曾经的选择将不再是模糊的，他们的后果将更加显现出来。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对待过去和未来的因果。这个过程可能充满挑战，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成长和觉醒的机会。面对过去的选择，我们可以反思是否曾经做过不当的事，是否曾忽视过他人的感受，是否在某些时候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能够从错误中汲取教训，那么2025年将成为我们重生和蜕变的时刻。如果我们继续执迷不悟，拒绝面对过去的错误，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在因果的清算中受到惩罚。你是否遇到过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内心深处充满了恶意的人？他们以正直之名行阴险之事，伤害他人，最终却往往看不见自己的恶行。记住，任何人做过的坏事都不会消失，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是自然的法则。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或许眼下看似得意，但迟早会自食其果。天道轮回，
恶行必然得到报应。而那些真心待人善良、心怀慈悲的人，宇宙已经为他们记下了所有的善意，最终的回报必定会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好。星号，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人的得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得到过好处。星号实际上表面上的光鲜亮丽往往只是虚伪的外壳。那些心怀恶意、投机取巧的人，虽然一时得意，但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愧疚。正如许多成功的欺骗者最终也难以逃脱内心的折磨和心理上的负担一样，恶行最终是无法隐藏的。时间会让所有的伪装逐渐崩塌，最终的结果也往往让这些人失去一切。而对于我们来说，面对恶行并不需要采取直接的报复行为，相反，最好的做法是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专注于自己的成长与进步。因为时间最终会让每一个行为自然而然地产生结果。恶行的报应往往是在一个人最不期望的时刻降临。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因果的报应，而那些以恶意对待他人的人，最终的结果将是自己受到内心的煎熬与惩罚。与此同时，那些真心善良的人，不管表面上如何被忽视，最终都会得到内心的平静和外界的回报。然而，我们并不需要急于为自己寻求报复。那些让我们痛苦的人，最终会被自己的行为所击败。因为因果法则从不偏袒任何人，恶行会自我暴露，报应也会随之而来。对于那些做过坏事的人，他们的内心必定不安，虽然暂时没有受到惩罚，但内心的愧疚与不安将成为他们无法逃避的枷锁。而我们只需安静地等待那些负面行为最终受到天理的制裁。星号，不论是人际关系中的纷争，还是社会政治中的不公，因果法则始终是最终的裁判者。星号，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和选择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有时我们看不到立刻的回报，但每一份恶行和每一份善意最终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我们无需急于寻求报复，因为时间和宇宙的法则会给予每个人应得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冷静、宽容和坚定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必为自己的不公鸣不平，因为每一份不公最终都会得到应有的回报。对于做错事的人来说，真正的惩罚往往是内心的煎熬和自责，而这种痛苦将远比外界的惩罚更加深刻。与此同时，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善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善意，最终都会积累成我们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至于如何应对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孔子有一句话：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我们不需要报复，只需要保持内心的纯净与善良。与其去争斗，不如放下。因为每一个让我们委屈的人，最终都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得到应有的后果。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走好自己的路，不为过去的负面情绪所左右。星号，其实这并不是一种软弱，而是一种更高的智慧。星号，放下怨恨，放下不满，
我们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平静。很多时候，冤屈和痛苦源于我们无法放下过去的伤害，无法从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如果我们能学会从宽容和善良的角度去看待他人，我们便能减少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并且这种从容不迫的心态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以更大的智慧去应对生活中的挑战。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挫折和痛苦，如何选择面对这些困境，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控制的部分。而答案很简单，就是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勇敢地向前看，不因过去的伤害而停滞不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成长，才能在漫长的人生路上走得更远，活得更加精彩。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与变革的时代，全球政治、气候变化与技术发展交织在一起，给每个人带来了不同的压力与不确定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每个人的选择与行为变得尤为重要，因果法则也逐渐显现出它的力量。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无法预测所有的结果，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如何面对这些变化与挑战。坚持善良与正直，反思自己的行为，培养内心的平和与责任感，才是应对复杂世界最有效的方式。无论外界如何动荡，保持对他人的关爱与对自己的真诚，最终都会带来积极的回报。我们每个人的成长与觉醒，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的。或许未来的路并不平坦，但只要我们保持内心的清明与坚定，最终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与平静。感谢你看到最后，回复一句三阳开泰，祝愿你阳气永驻，与光明相伴。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